邮局撑不住了，全台接连裁撤12家邮局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传统邮局如何一步步走到裁撤潮的困境，以及这背后代表的时代巨变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从一封信的旅程开始说起。想象一下，在没有手机、没有网际网路的年代，一封手写信兼承载着远方亲友的思念，穿越千里抵达收信人手中时，那种心跳加速的期待与喜悦。2000年左右，正是邮政通信的巅峰时期。那一年，全台湾寄出的信件高达将近3亿9千万件，平均每人一年要收寄139封信。无论是情人间的情书、游子写给家乡父母的家书，还是好友间的贺卡问候，信件编织出一张人与人之间温暖连结的网络。然而，时光飞逝，科技的巨浪开始冲击这张传统通信网。电子邮件在20世纪末问世时，人们还惊叹于屏幕上跳出的“您有新邮件”声响，但谁能料到，这一句简单的提醒音竟然拉开了邮局困境的序幕。随着网际网络普及，智慧型手机崛起，我们沟通的方式在短短20年间彻底改观。回顾2000年巅峰之后，邮件往来量便一路下滑。2010年代中期时，平均每人每年寄出的信件数跌到了个位数。最新的统计更是惊人，如今全台每年寄出的传统函件数量还在以将近2800万件的速度持续减少。相比巅峰期，如今平均每人一年可能收不到10封传统信，而且其中大部分还不是亲笔书信，而是银行账单、广告单之类的大宗邮件。曾几何时，那些塞满情感与故事的信封渐渐被冰冷的数位讯息取代。我们每天传送上100则即时讯息，却很少再花时间提笔写信。数位化的浪潮是无可逆转的，写信的人变少，寄信的习惯几乎快被遗忘，取而代之的是 LINE 讯息的已读、脸书私讯的贴图，甚至一条条电子邮件取代了过去精美的信纸。就连以往每逢过年过节大家寄贺卡、明信片的传统，也因为电子贺卡和群组讯息而式微。这一切对邮局而言，无异于一场慢性的生存考验。当核心业务邮务函件不断萎缩，支撑邮局营运的地基就在逐年流失。今年年初，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各大媒体，中华邮政去年度邮务业务收入衰退了整整新台币3亿元。这不是短暂的挫败，而是近年来年年发生的趋势缩影。每年寄信寄包裹的人次锐减，意味着邮票卖不出去，挂号信业绩下滑，邮政人力大量闲置。在数位洪流冲击下，邮局的传统邮务真的快要撑不住了吗？当我们听到邮局撑不住了，脑中浮现的也许是那一抹熟悉的邮差绿。几十年来，身穿绿色制服，骑着机车的邮差，每日穿梭大街小巷，风雨无阻地为我们送信、送包裹。对许多偏乡或长者而言，邮局不仅是寄信汇款的地方，更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是社区里值得信赖的老朋友。然而现在，全台出现邮局连关12家的裁撤潮消息，不免让人心头一紧。是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些邮局据点要一一消失了呢？让我们看清这串数字背后的故事。中华邮政自去年起进行了一次大盘点，检视哪些邮局的经营状况已不堪负荷。结果发现，有些邮局据点的日常业务量少得可怜，柜台前门可罗雀，一天办不了几笔汇款或挂号，信筒里常常空荡荡，偶尔几封信，大多也是公司寄发的账单。而在同一城镇，可能隔几条街就有另一家邮局，服务范围严重重叠。对公司来说，维持2个相距不远、业务都不繁忙的据点，无疑是低效率的资源浪费。更有甚者，部分邮局的营业环境可以说是又小又旧。有些设在出租店面的邮局，坪数狭窄拥挤，动线不良，民众一进门就觉得局促不便。老旧的空调设备嘶吼不停，灯光昏黄，让整个用油环境既不舒适也不现代。有的邮局建筑甚至存在安全隐患，入口阶梯陡峭，不便长者出入。没有停车空间，导致民众收寄大型包裹时要在马路边违停，非常危险。对这些条件不佳的营业据点，继续投入维护的成本很高。
但附近居民使用频率却逐年降低，实在让邮局高层左右为难。在多重考量下，邮局瘦身计划正式启动。去年1年，全台共有11家邮局被裁撤或整并，其中有台中雾峰区的小型邮局，因为距离不远处的雾峰邮局本局相当近，业务干脆并入总局统一办理。台南市则一下子调整了3家，包含新华街邮局、归仁南宝邮局、关庙文衡路邮局，全数并入邻近的大型邮局，以集中资源。彰化市民族路的小邮局也在去年底走入历史。进入今年1月，苗栗南苗邮局也预定关闭，并并入附近的中苗邮局。加总起来，不到14个月内，全台也有12家邮局消失或合并。这数字听起来触目惊心，仿佛一夕之间，邮局网络出现了一个个缺口。很多人担心邮局关了，我原本在那开的户头、储金部、邮局的保险或是寄到那里的包裹怎么办？别急，中华邮政其实已经做好配套，所有裁撤的邮局都指定了承接邮局，也就是邻近接手业务的邮局。您的存折、账号、提款卡照常使用，不需更换。原本寄到那家邮局等待领取的挂号信和包裹，会自动转至承接邮局保存。您只要拿着通知单或输入追踪码，就能到新的地点提领邮件。换句话说，邮局虽然关了，服务不会断，只是位置调整。尽管如此，对习惯在自家门口附近办事情的居民而言，多走几条街，跑到另一个里去领信，心中难免还是有失落与不便。邮局为什么非关不可？除了节省人事与营运成本外，更重要的是提升整体服务品质与效率。与其勉强撑着许多半休眠状态的据点，不如将人力物力集中到更有需求的地方，或是投入新兴的业务中去。大家或许不知道，其实中华邮政过去这几年一直在悄悄转型，努力跟上时代脚步呢。首先，传统信件虽然一蹶不振，但包裹和快捷业务却在电商时代异军突起。还记得以前我们寄包裹可能要1周，现在网购盛行，大家恨不得今天下单，明天商品就送到家。中华邮政瞄准这股物流热潮，在近年大力发展邮政物流。根据统计，光是2020年1年，邮局处理的包裹与快捷件数就突破4000万件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可以说，虽然我们写信少了，但我们网购多了，需要寄送的包裹数量大爆发。邮局顺势而为，将重心逐渐从送信转向送货。为了抢攻快递市场，邮局可是下了一番苦功来创新服务。以往寄包裹可能得大老远跑去邮局挂号寄件，现在不一样了， i 邮箱寄取店出现街头，这是一种24小时自助的智能寄件取件柜，类似便利商店的取货柜，让您不受营业时间限制就能收发包裹。邮局已经在全台完成了100座 i 邮箱据点的布设，未来还会增加。您嫌自己拿包裹去邮局麻烦，邮局甚至推出了上门收件预约服务，只要在网络或电话上预约，邮差大哥就会按时出现在您家门口收取包裹，等于把邮局的服务送上门，完全免去您奔波的劳累。这种贴心的新服务，正是因应网购时代寄件需求而诞生的创举。此外，为了满足电商卖家与买家追求速度的要求，中华邮政在北中南3大都会区推出了当日配、今日寄件、今日送达的快递服务。在偏远的东部地区也能做到次日配达，把整体投递时效向民间快递公司看齐甚至超越。邮局的转型不仅体现在效率上，还追求环保和现代化形象。就在去年10月，邮局隆重举办了一场电动3轮机车启用典礼，亮眼的新款绿能邮务3轮车队正式上路。这些可爱又环保的电动邮车穿梭在城市街道，象征着中华邮政迈向绿色物流的决心。曾几何时，邮差穿梭巷弄的脚步从自行车变为机车，如今又进化到零排放的电动载具。这画面不禁让人感慨，传统邮政在新时代中努力求变的脚步。除了物流，本业不正的邮局其实还有一项秘密武器支撑着金融服务。许多人可能不知道，中华邮政的营收大饼中有相当大一块来自存款、汇兑、简易寿险等储汇业务。换句话说，
邮局除了送信送货，还兼具银行与保险公司的角色，特别是在许多乡镇，邮局就是当地居民存钱、领退休金、缴费的主要据点。一些长辈不太相信网络银行，宁可每个月固定跑邮局排队缴账单、领现金，这使得邮局尽管在邮务方面赔钱，整体账面上却仍然赚钱。例如去年邮务损失了3亿元，但透过储汇和资金运用收益，邮局整体仍实现了上百亿元的获利，可以说是储蓄存款和理财商品的收入在补贴着送信这门赔本生意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金融业务也在快速朝向线上化发展，年轻人谁还亲自去邮局存款转账呢？手机点几下就搞定的事，没有耐心跑实体柜台了。邮局未来在金融领域同样面临数位转型的压力。如果有一天大多数金融交易都线上化，那邮局网点的存在价值又将被拷问一次。所以中华邮政必须未雨绸缪，让邮局据点转型成多功能的社区服务中心，甚至可能开拓截然不同的新业务，才能抵御一波波的时代巨浪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正一一淡出街头的邮筒与邮局们，内心其实不免泛起一丝伤感。昔日每个街角红绿相间的邮筒都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，小朋友踮起脚尖投入明信片，大人们匆匆送走写满思念的信封。如今很多邮筒孤零零地立着，仿佛在等一封永远等不来的信。许多邮筒的漆面因常年日晒雨淋而斑驳，投递口也落满灰尘。有人戏称邮筒成了被遗忘的存在。试想，假如我们这一代几乎不再写信，那20年、30年后，邮筒会不会真的消失，变成怀旧博物馆里的展品？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似乎也预示着这个走向。在全球数位化最快的欧洲，一些国家的邮政早已撑不下传统邮务。例如，丹麦就在最近宣布了一项惊人的决定，由于信件量低迷、成本高昂，他们将全面停止寄送信函业务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未来丹麦人将无法再寄一般的信函，邮筒也要随之拆除。这宛如在宣告书信时代的终结。当消息传出，世界各地传统主义者无不唏嘘。虽然台湾目前离这一步尚有距离，但丹麦的例子犹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数位时代邮政业的艰难抉择。当一项服务的需求跌至微乎其微，究竟该不该让它体面的退场？说到让邮筒退场，就不能不提台湾发生过的一段歪腰邮筒佳话。2015年，一场强台风横扫台北市区，狂风之中竟将市区2只并立的邮筒硬生生吹到变形。原本直挺挺的红绿邮筒被折弯成搞笑的斜角，仿佛2个舔着腰的可爱胖子。这2只歪腰邮筒的照片在网络上一曝光，立刻引发疯传与热议，民众纷纷前往拍照打卡，将它们视为灾后蒙蒙的吉祥物。原本邮筒是让人寄信的，结果没想到最后因为可爱造型爆红，反而变成观光景点。那段时间，歪腰邮筒前大排长龙，人人不是去寄信，而是去和邮筒合照留念。面对全民护筒的呼声，中华邮政最后决定不将它们拆除修值，反而将这对歪腰邮筒原地保留，立起告示牌，把它们当作台风见证和文化地景来保存，甚至顺势推出相关限量纪念商品。这件趣事充满讽刺意味，人们珍惜邮筒不是因为需要寄信功能，而是因为怀旧与趣味。我们对邮筒的感情某种程度上已经从实用转为情感象征了。老邮差们最明白那种书信的情感价值。曾有一位做了几十年邮差的老师傅感叹地说，当过邮差的人永远忘不了将情书递到收件人手中时，那位年轻女孩脸上绽放的喜悦，也忘不了把家书送到父母手里时，老人读着儿女来信留下的热泪。的确，再方便的电子讯息也无法完全取代一封亲笔信带来的感动。一纸信兼有温度，有笔记里的故事。一张邮票从这头贴上，那头撕下，仿佛传递着两地的思念。然而，随着世代交替，体验过那种望眼欲穿等信道滋味的人越来越少。新一辈甚至觉得传统书信既慢又麻烦，不符合快节奏生活。个人温情与社会效率间的拉锯，
最终还是效率获胜，我们集体选择了即时讯息和数位化，也挥别了慢邮件的浪漫。面对不可逆的潮流，我们或许不该一味沉浸在怀旧伤感中，更积极的想法是，邮局与邮差并不会绝迹，只是角色和任务转型了。未来的邮局可能更像是一家物流中心，或者社区综合服务站。邮差不再投递情书，改送网购商品、医疗药品，甚至外送生鲜杂货都有可能。邮局窗口不再满是寄信买票的人潮，而可能变成当地居民办理身份证件、公家文件的代办点，成为政府各种服务的延伸窗口。事实上，有些国家已经开始让邮政系统肩负更多社区服务，例如代收代缴费用、协助人口普查，甚至关怀独居老人等等。利用邮差天天跑遍每家每户的特性，来提供额外的价值。我们不妨这样展望，20年后，邮局或许更少但更精，保留下来的据点硬体焕然一新，结合咖啡厅、联合服务柜台、自助设备，成为社区一站式服务中心。而邮差大哥可能配备了智慧物流系统、导航眼镜、驾驶无人载具、穿梭送货，科幻般的画面其实正在逐步成真。在一些国家，邮政单位已经尝试用无人机送信送包裹，或者使用配送机器人在市区人行道上自动行驶，把包裹送到您家门口。听起来匪夷所思，想想当年我们也没想到手机能取代书信啊。当然，对于仍怀念书信温度的人，也有可能出现一种反向珍惜，把写信变成一种兴趣或品味。例如，现在已有所谓慢递服务，可以让你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，若干年后才由邮局寄出。或者文创产业推出手写明信片配套服务，强调独特的手写温度，吸引年轻世代体验父母、祖父母当年的通信方式。书信在未来或许不再是必需品，但可能成为一种奢侈品般的存在，少而珍贵，专门用于传达最重要、最深情的情感。想象一下，也许几十年后，一封真正的信件会成为表达爱意的顶级礼物，毕竟那代表着寄件人愿意花时间与心力，而不只是动动手指头发个讯息那么简单。总而言之，邮局的裁撤潮虽然让人不胜唏嘘，但也正宣告着一个时代的转变与新的篇章。中华邮政强调，他们会审慎评估每一处据点的调整，兼顾偏远地区民众的需求与邮政普及服务的使命，不会让需要邮局的人没得用。然而，我们也必须现实的接受，整体而言，邮局版图势必要随着社会习惯而缩减调整。我们或许正在见证邮局 2.0 版本的诞生，一个紧密结合物流、金融与创新服务的现代化邮政系统。当下次你走过街角，看见那进进矗立的邮筒时，不妨驻足片刻，想一想曾经有多少欣喜若狂或满含泪水的时刻，都是从那方寸邮箱中取出的信件而来。如果手边正好有时间，不妨写张卡片给久未见面的好友，投入那红绿邮筒中，也许几天后，对方会露出久违的惊喜笑容。这样的小小举动，既传递了情意，也是在告诉自己，传统的邮递美好并未完全逝去，只是换了种方式延续。我们珍惜过去，也拥抱未来。邮局关门了12家，但邮差精神和人与人沟通的渴望将会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。时代在变，邮局在变，而我们与他人的连结也在变。但无论科技如何进步，人们终究需要交流与关怀。当文字变成冰冷的数位讯号时，别忘了那曾经温暖我们心灵的信纸香气。展望未来，也许邮局不再是我们记忆中的模样，但它必定会以另一种身份陪伴我们走向下一个通信时代的里程碑。邮局撑不住了吗？也许只是蜕变重生的前兆而已。我们拭目以待下一章的精彩。